我第一次穿无肩带连衣裙时，我的肩膀是圆的。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。活动现场，杨紫身穿蓝色单肩连衣裙，造型符合品牌定位，尽显优雅端庄。杨紫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优越的肩颈线条，将乌黑的长发盘成了一个尖尖的丸子头，支在额前留了几缕小刘海做修剪，眉毛特别修剪成细长的弧形，涂上梅子色的口红，显得女人味十足。杨紫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演员。新品大片成熟可爱随意切换，2套连衣裙好美。连衣裙上半部分是丝缎材质，光泽感非常好，领口处有1点荷叶边标记，看起来更有层次感。下半部分是薄纱叠层，搭配蓬松的大裙摆脱在地板上，显得很大气，把高跟鞋完美的隐藏起来。高腰的设计在视觉上让身材比例变成了首饰，虽然不多，但是点睛之笔。钻石耳环呈直线状造型，修饰了脸型，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优雅。一字肩连衣裙虽然能有效展现直角肩，但也暴露了杨紫圆肩背后的缺点，显得有些臃肿。修身剪裁更是将杨紫的身材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。走起，上半身缎面材质，皱纹明显，显得有些紧绷。虽然身材有些圆润，但这并不影响杨紫的状态。当天她自己拎着大裙子走上台跟主持人打招呼，全程笑眯眯的，很甜。作为当红小花童，杨紫虽然一直被网友诟病时尚感差，但从她的表现来看，进步不少。今天除了参加活动，工作室还新曝光了一组全新写真，2套礼服完全不同颜色和款式，营造出不同的气质，但杨紫却把它们驾驭得很好。她的头发染成了棕色，随意地披在身后，戴着蝴蝶结耳环，有点清爽的风格。她穿的裙子也是无肩带的，但相比之下更加少女。这件连衣裙绣有精致的花卉图案，灰色的背景是一种美丽的触感。另一套黄色略带主管，更显成熟女性的魅力，但在发型上走温柔路线，刘海长到眉心，两边辫子的头发造型很精致，配合小辫子的刻意外留碎发，很有韩剧女主的感觉。眉色和发色呼应，大大提升妆感，让原本有些俏皮的造型多了几分温柔。她所穿的这件黄色深 V 连衣裙，虽然整体颜色以纯色为主，没有任何图案点缀，但从设计上来说非常巧妙，融合了很多元素。首先在袖子上是灯笼绣和木质的完美融合耳朵，这2种时尚元素，腰部位置的折剪痕迹让裙子更加多样化。缎面低面料总是很高级，黄色也是最能搭配的，两者的结合更是锦上添花。02回春香中玉墨为什么会受伤？燕潭为什么不救治邪？剑灵不死给好评。沉香种花第52集虐心重启。应远和燕潭没能揭穿还亲，反而被陶瓷器诽谤，而应远修罗的身份也被揭穿了。然而这一集的剪辑有点问题，而且这集的许多部分都阴云密布，观众无法观看。还亲早就注意到了主角们的举动，做好了准备。天门被封锁，10万天兵镇守，再加上燕潭被控制，应远只好被逼上了筑天台。他们此时已经无路可逃，如果应远不放弃他的手，那么燕潭必死无疑。这一集有一些变化比剧本要好，尤其是夫妻俩一起受尽折磨，真正的生死相依，而剧本里却是应远一个人受苦。一共81刀委屈，不过这种折磨在剧本里是不是有点快？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刷了几下，然后有80。原著中，剑灵为应远挡下了第80刀怨灵，却因此被还亲杀死，烟消云散。他临终的一句话是：“少爷，保重。”是否在脉中没有这一集戏的意思是剑灵没死？那么后面还会有他为了应远而战还秦的一集吧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。剑灵的死，我还是很难过的，但希望以后能有他的一角。剧本中，知邪在救燕潭之前服用了消灵药，但从正剧中去掉了，我觉得其实比较好。窒息来这里是为了埋死人，他知道，虽然他把所有的法宝都送了出去，但说不定他是在用鸡蛋打石头，对着还秦进行战斗。
于是芷溪提前服用了3英丹，这也成了燕丹握着他的手感觉没有血色的原因。事实上，在杀死芷溪之前，桓钦就问过他愿意吗？芷溪道：不做可能就不会做，不过我一般都是颜丹的妹妹，删了可惜了。为什么燕丹等人不能协助，而知喜变成了战斗？因为有一道金色的屏障阻隔，重伤的颜丹和应远根本没办法破开。然而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在戏里不再拍了。反正在颜丹等人面前，用电脑图形的号召力才更有说服力。主角们逃到南海之后，于墨一下子化作了伤痕累累的样子，放错了炉魂。显然，他之前是在观澜山中化身的，而且之前还修炼过火灵，这是增强中最大的明显麻烦。于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知喜元神降临人间，劝玉墨隐渊有危险。为了与桓钦交战，玉墨将通过知喜方式给予的血藤牌拿了下来。以烧毁地基的价值，他将在1小时内使电力受益。根据剧本的内容，玉墨化身营救主角的同时，以炉石之气袭击了桓钦，变成了重新修炼的目的。52集10分02秒的时候慎看，与末世纪颜丹之后的谎言。很明显，他也早就过去了。你怎么能删除场景？增强了这么多，难怪大家都看得一头雾水。一些多余的注水情节可以删掉，但常规的场景应该保留吧。知喜与墨的这些信息，现在应该不会再乱删了。03，川渝南名人无人能出，散发天下烟火，谁受得了？娱乐圈内知名度高的明星中，川渝两地的小伙子占据了1/2的天空。网络上，川渝的小伙伴们都在竖起耳朵，很多小伙伴们在户外排队买菜，准备晚餐。在游乐圈里，李易峰、王鹤棣、肖战、王源、王俊凯都是可能排在游乐圈内的川渝男星。肖战在接受采访时就向网友们定义了挖耳朵的意思，就是耳朵很软，宅在家里已经刻在了 DNA 里。择偶的首要条件是家务要温和，现在不说做饭洗衣了，很难假设顶级明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洗衣服。虽然他并不总是跑步，但他可以和妈妈一起买杂货，看着他在他身后的衣服上努力，这就是那个气场十足的名人。2015年，李易峰凭借在《古剑奇谭》中饰演的百里屠苏一炮而红，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名人。但在李易峰成名之前，他就已经在娱乐圈打工了创业7年。他的生活方式有多少7年？在生活方面，李易峰也是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伙子，长得帅，嘴巴严厉。有一次，李易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在游乐企业里，谁能有这样的狗故事？秘诀是让别人考虑一下。李易峰的幽默也属于川渝小伙的一部分，生活方式似乎是他们的代名词。王鹤棣最近凭借《苍兰之术》将自己的职业推向了一个更好的阶段，他常常希望有机会出名。东方青苍之外是王鹤棣本人，他才是真正没有偶像包袱的川渝人。自从王鹤棣爆发之后，所有的笑话都被扒出来了。难道幽默也是川渝人的特点？王鹤棣是集团内部的标兵，不是最好的。他在展览上卖自己的亲戚圈炸串，但他也很自豪。现在每天都有许多狂热者开始进行测试。王鹤棣的父亲也是因为古月而出现的。王鹤棣还参加了很多系列节目，在观众眼里，王鹤棣和东方擎苍几乎就是人。圈外的最大值是长成周围的西瓜头。就算你不认识王鹤棣，你也继续了解西瓜头。王源和王俊凯也是川渝男星，因为他们已经非常早就出名了，他们现在可能不再为那些挖耳朵的人做好准备了，他们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毕竟，他们因为是10几岁的缘故，跑起来很困难，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总是干净的。游乐企业里有些人一生都非常糟糕，无法出人头地。而王俊凯是1999年的，王源是2000年的，在游艺界都是最年轻、最扎实的艺人。但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川渝小伙的特点。
无论是万里李易峰、肖战、王鹤棣、王俊凯等等，他们拓宽的人物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，再到开悟自己的亲戚圈气氛，就是万里所接受的训练。他们从来不觉得川渝人现在不应该在国内准备晚餐，因为他们一直害怕自己的另一半会表现出对另一半眼睛的爱，但现在他们不知道了，没有自己的亲戚圈。肖战在采访中表示，我可以在户外挺立，避风避雨，一旦回到国内，我可以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宠爱你。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，但也将是川渝人的会面。他们精力充沛，并以世界的烟花为特色。就算是艺人，现在也可能不再是那种不流血、高评价的明星了。